蒋万安硬起来，虐童者关起来。蒋万安硬起来，虐童者关起来。我们今天最想先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到现在为止，负责人、执行长、园长这3位管理者，没有给过受害的家庭任何一个解释，也没有一个人向我们受害家庭道歉哦。我们今天就是要问清楚这件事到底是谁要负责哦。我们家长们看完全部的影像之后，发现我们是这个虐童的情形哦，是一套每天都在同样跑的处罚的流程哦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发现这不是个别老师的情绪失控，而是一套从早到晚每天照跑的处罚流程。这些动作如果关掉声音或是快转看过去哦，很容易被当成是孩子在跑跳，孩子在排队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才被掩盖了这么久。直到我们家长们把监视器的画面一格一格开着声音看，才看得出来这是处罚哦。既然这是一套每天都在跑的流程哦，问题就不是一个老师，而是定规矩在管理的人哦。我们看到教育局的新闻稿的裁处结果，却是抓小放大，重罚动手的老师却放过在后面管理掩盖的人哦。这间幼稚园哦，实际在管理的人是执行长和园长。就我们家长的理解，执行长是负责人的太太，负责人他比较像是挂名的。这段期间，我们陆续接到这个连锁体系4间学校的家长投诉哦，从113年开始。只要有疑似不当对待的案件，家长就要去跟园方沟通，园方就派出执行长。家长要求要看监视器，就说这是不信任我们，然后被推脱、被拒绝。114年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。这113年跟114年的这2件事情，疑似动手的人就是现在幼儿园的徐姓园长。这些事情，家长当年都曾经透过1999专线陈情哦，甚至有内部员工向我们爆料，这位徐姓园长早在托婴中心当教保人员的时候，就会把孩子关进小黑屋，5岁不睡的孩子睡袋直接就抽走或丢到别班，这些一模一样的手法，后来也发生在我们仁爱校，所以我们合理怀疑，园长过去这套施暴手法，加上执行长挡监视器劝家长离开的做法，在这4间分校里面反复发生，这是管理人员的系统性问题。所以我们家长们很想问教育局，市长承诺的网上查没有上线，到底有没有落实？为什么对园长的裁处只有6万块的孳息不报？为什么同样是超收学费、师生比不符、禁用不合格的教保人员，这些情节大安校也有，但大安校却没有一并被裁处到位？园长和执行长在整件事情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你们查无上限的结果在哪里？到今天都没有说明，也没有落实。我们家长们想做一个对比哦。7月8号，徐立信议员召开协调会，家长跟议员当场要求教育局跟社会局保全所有4家机构的影像哦，社会局做到了。而昨天哦，托婴中心的家长就跟我们回报哦，那间托婴中心已经有3名教保员因为不当对待被停职哦。同样是市政府，社会局动了，教育局为什么不主动调查？难道又要像这次一样，让大安校的家长自己去搜证、自己去检举吗？我们家长哦有2点诉求。第一点，负责人、执行长、园长3位管理者要给受害家庭一个解释，并且跟每一个家庭个别道歉。到今天，我们这些受害家庭没有接到任何一个说明或道歉。第二，教育局要落实市长彻查没有上线的承诺。彻查园长跟执行长在4间分校的角色，主动调查大安分校及补习班哦，并且将不适任的人员公告姓名哦。最后，我们要说，教育局的新闻稿说，不应该把个案泛化作为对立攻讦的工具哦。但这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仁爱校发生事情了，托婴中心也发生事情了，老师是用同一套方式训练出来的，惩罚手法在不同学校却如出一辙。另外哦，徐姓园长一开始在托婴中心是担任教保员，
成立幼儿园之后是担任教保组长、园长，一路训练老师，所以这不是个案泛化，这是个案标准化。我们家属从来没有要攻击全体幼教老师，幼教产业有很多好老师，我们要的就是把负责管理者查清楚、抓出来，才不会有下一群受害的孩子。谢谢大家。